持續來關心在地緣政治，德國總理梅爾茨訪中，他這一次握手北京還是暗中築牆呢？接下來整個歐洲國家是否跟着德國一起轉向？今天會關心到，不管是法國、英國、加拿大會跟進嗎？我們要趕快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德國總理梅爾茨他的訪中行26號的這一天抵達了北京故宮，並且他也特別寫下了這些話。他說呢，一馬當先，龍馬精神，中德合作，他說要一起來帶領。中德合作是中德合作的元年，並且他說接下來會帶領數十名的高管也會前往科技重鎮這邊杭州來做參觀。那麼確實，中國大陸也給他的最高規格來接待德國的總理，當時他去杭州的時候，乘坐的這台車就是中國大陸的高規格的，它的品牌紅旗了。先前包括了加拿大的總理卡尼跟英國首相施凱爾、烏拉圭總統等人訪中的時候，也曾經做過這樣子的一個品牌，等於說中國大陸是以最高規格來做接待了。好，梅爾茨去了哪裡呢？我們也來特別看到他去了這個宇樹科技，這個只有成立僅10年左右的一個中國機器人的新創公司，那麼包括了宇树自己的創辦人王星星，他也在現場展示了 Woobat 的這個武術機器人的畫面，特別請導播來 cue 一下，當中可以看到有加碼的拳擊、舞蹈、格鬥表演。我們可以看到呢，畫面上梅爾茨在看這個畫面的時候，還不斷的幫這個機器人在鼓掌，然後他看得非常的驚訝。我可以看到他一直眼睛盯着這些機器人的畫面，但是呢，比較諷刺的事情是，他是不是心裡面也會暗中的緊張呢？我們要知道，德國他一直都是這個工業4.0的老大，那麼機械等等的領域都是非常的強大的，包括西門子在這邊也有一個他的本營。所以這一次梅爾茨他去特別看這個機器人，是不是他一邊是拍手，一方面他自己也很緊張，是不是象徵了一個權力的位移？特別是指在工業領域呢？因為我們來看到德國，它在這幾年經濟表現還有它的產業表現真的是不好的。2023年、2024年連着2年，德國的經濟成長率都是負成長的，它是 G7唯一一個連跌的國家。一直到了2025年，經濟成長率現在看起來也只有0.2%，而且2025年在工業領域的裁員人數更是超過了12萬人。在2023年的時候，《經濟學人》曾經形容過德國，他說他是歐洲的病夫，但是現在是不是可以說預言成真呢？當然梅爾茨他也說了，跟中國合作他非常的開心，而這一趟成果他也覺得是有意義的，因為呢，德國拿下了來自於中國的120架來自於空中巴士的大訂單。梅爾茨在故宮留言，他希望中德合作之年，並且又做了紅旗15，又看了中國機器人的格鬥等等，是在對中國釋出善意，還是他在向北京低頭？他會不會擔心在技術上德國會不會跟不上中國？酈將軍怎麼看？我們先講這個紅旗15這輛汽車哈，你知道大國元首出訪，原則上大部分都是真的是像中國、美國哈，還有俄羅斯這幾個大國，他們都是自己坐着自己車子去哈。像美國元首這個出訪的話，他有另外一架運輸機，把他的不只是帶他的汽車了，那輛野獸會帶着去，除了帶汽車之外，他連直升機都帶去了，這是美國總統的規格哈。那我們看到去年在這個韓國舉行 APEC 會議的時候，習近平坐的也是自己的紅旗哈，他也是把紅旗的坐車運過去，他沒有在那邊做這個韓國提供他的元首座車禮賓車。然後其實俄羅斯也是一樣，我們看到這個普京出訪的時候，也都坐着他自己車。但是這種是一流的大國的元首出訪的格局，但是第二等流的大部分都會接受當地所提供的車子。所以這次加拿大哈，包括加拿大總理、英國首相施凱爾，還有這次德國的這種梅爾茲來講的話，那就他們搭中國提供給他們的禮賓車，用紅旗15。紅旗15是2014年就已經做出來了。當然，他做出這車當做禮賓車來講的話，代表是中國工業的一個水準，還有民族的自信，這是非常重要。就是我這個水準絕對不比你世界一流大國要來得差。
第二個，我們看到梅爾斯這次為什麼去幹語速這個機器人？當然之前有一些酸民在這個春節晚會看過表演以後，他說那個都已經套招好了，是遙控的。可是我想這一次梅爾斯親自現場在那邊看，大概不可能是用作假，也不可能是用人1對1的遙控操作方式，是真的有這麼一套的這種制造能力。大家要曉得未來的這種不管是就經濟產業面來看，或商業層次面來看，或者是軍事層次面來看的話，我覺得機器人是絕對很重要的一環。因為我们需要就戰爭來講，已經從無人機進步到機器狗。那將來在人類的生產，包括到這個工廠的生產，甚至於說是物品的運輸，這個我想說機器人都扮演很重要一個角色。所以這中國，我想說繼我們之前所講的綠能之後，然後再來是電動車。那會不會中國現在已經掀起一步，已經在發展機器人的工業？那現在做機器人最好的大概就是2個國家了，中國跟美國這2方面。美國是馬斯克他在做的他的機器人。那如果說這個時候梅爾茲德國不好好趕上的話，它本來它的工業是世界上面的一個強國，那如果說在這一步它落後以後就很難再趕得上。中美2國競爭已經這麼激烈了，你德國這時候不趕快加入，我覺得極可能在世界的潮流之中就已經被淘汰。就像它的汽車一樣，這個汽車工業去年在中國賣的就崩跌了66%。所以我覺得梅爾斯當他看到這一點，所以他為了在未來的機器人在世界上面的產業不要落後中美2國，所以這時候他趕快帶了30個他的企業集團去參觀語速機器人，那希望在這方面能夠趕上中國跟美國。好，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梅爾斯已經看到了現在德國在工業領域裡面稍稍可能會發生的一個危機，所以這一次也希望跟中國大陸能擴大更多的合作。那接下來會不會也有一個象徵性的代表說，接下來德國帶頭，那英國、加拿大等等的其他國家會不會跟進？另外，梅爾斯他嘴巴上還有暗諷中國，直接說啦，就說你中國大陸產能過剩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會不會他一邊說合作，一邊又暗捅中國一刀？苑老師又怎麼解讀？我覺得大家看國際政治的時候呢，只能從現象看本質。國際政治的話呢，就是現象都是各式各樣的外交術語，其實講起來的話呢，都是行禮如儀的話術，但是它的本質就是為了各國的利益。德國在跟中國的關係的話非常特殊。首先第一個的話呢，就是在整個8年多下來的這個對於中國反華的論述當中的話，德國是持續不斷投資的，甚至於包含大眾汽車的投資新疆，這是第一點，就是德國對於中國投資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點，德國本身在整個美國的西方盟邦裡頭，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經濟大國啊。大家要了解啊，這個德國本身它所出現的一個產品啊，就是20年前的時候啊，只要一聽到 Made in Germany 啊，就是連指甲刀都是比較好的啦啊。我們必須要強調認識，就是德國原來賣 Solinger 的剪刀，大家都會覺得說沒有比任何國家的工業產品可以跟德國比，連我們自己用的原子筆基本上也都是覺得德國的特別好。就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沒有產能過剩的問題，德國出口到全世界，大家都搶着買啊。那跟今天中國來講，你做生意的話呢，就沒有產能過剩。然後第3個部分，我請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歐洲國家到中國去絡繹不絕，是做給美國看的啦。你心裡要明白，有告訴你，就是說你原來跟着你沒有用的話，現在我們打算換。如果你願意把中國拉成丐幫幫主，還是一樣丐幫幫主的話呢，那我們可以好好合作。否則的話，我們就要轉向了。這個道理就在這裡嘛。好，那將軍又怎麼看呢？我認為這個德國總理梅爾斯到中國大陸訪問，我認為他做了3個戰略調整，是為了3個。第一個，他是為了槓桿戰略。槓桿戰略以前都單邊壓美國。你單邊壓美國，現在美國跟你對等關稅你怎麼辦？他現在想說，世界上第2大經濟體是中國大陸，那第2大陸我現在抓2邊，我做一個槓桿要平衡，我不要只是個兩邊，在美國這個地方一給我堵住的話，我就走不通了。現在不會，美國這邊有問題了，我就中國大陸可以做替代。他這個槓桿平衡的貿易平衡、商業平衡、這個科技平衡啊、技術平衡、分工平衡，這個就是槓桿戰略。槓桿戰略很重要，不能走單邊，走單邊。你往往會被人家掐了脖子。那第2個呢？梅爾斯所想的是什麼呢？他希望市場的需求，因為在去年2025年呢，這個中國大陸跟德國之間的貿易啊，我們知道那個德國的第1大的這個經濟的對象貿易對象就是中國大陸，但是
它對中國大陸是貿易赤字850億歐元，是1歐元啊，就是1.18美元。你这個853億歐元的貿易逆差，你換算成美元的話，就變成1053億的美元。你都透支了，你知道中國大陸買的多了，我現在希望中國大陸10億人口的市場多買一點德國的產品，是這樣，這為什麼就平衡了嘛？第三個，我認為啊，梅爾斯是希望啊，中國大陸跟那個德國之間是由縱向分工變成這個我們講的橫向分工。為什麼？電動車中國大陸厲害，新能源車的話你去發展這個，但汽油車我來，我們兩個大家一起來賺錢，我們不要重疊，一重疊通通變成白菜價。德國就活不下去了。理論上，我們由橫向分工啊。